好，首先我们拿出一张4尺3开的宣纸啊，折一下，对折一下。什么地方是不能画的？哎，中间这种横着的部位不能画中间了啊，不能画在中间，所以这个地方避开，对折一下。这个地方不能画，画哪里呢？画上面啊，这个地方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画啊。我画在上面，画这里，画第一个主花头啊，画出第一个主花头，对吧？为了避免你画大，你像我这样用手圈一下，哎，圈出一个小印儿啊，圈出一个小印子，你会比较好，就是它会比较好表达一点啊。开始，我们先调我们的黄色花瓣啊，调一下黄色的花瓣。首先笔蘸上我们的太白水，太白水泡一泡啊，调的薄点，因为我们这太白水今天调的是很薄很薄的太白水。然后呢，调入我们的什么呀？调入我们的这个藤黄啊，藤黄，多蘸点藤黄啊，多蘸一点点藤黄，就藤黄你多放一点。加到整支笔的大概2/3就够了啊，2/3就可以了。好，稍微多蘸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呢，蘸一点什么呀？我们的朱标或者是橙黄，这2种颜色都可使用。那么我一般使用的都是什么？这个叫橙黄啊，我喜欢橙黄的颜色，它非常的明亮啊，橙黄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的明亮的。好，大概呢，橙黄的颜色加到整支笔的2/3就够了，加一点点的曙红，曙红只需要点在笔尖就行，点在笔尖啊，点在笔尖。为了让大家方便大家更好的学习啊，来，我拿出一支浅色的笔，蘸一点什么呀？浅色的毛笔，蘸一点什么？蘸一点藤黄。我给你们勾勒一下它的主瓣啊，比如说我这个是个圆形的，我的花心喜欢朝这一边。朝左朝右边啊，朝右边。那么我先用一个线，你看，朝这一块加出来，你看，点，看见没有啊？加一条比较小的线啊，你看黄黄的线，看见了没有？加一条黄黄的线，那么这个线代表的是它的一个什么啊？主花瓣啊，你看这里再加一条线，这个代表的主花瓣，好吧？那么我们顺着这个线去叠啊，好吗？顺着这个啊，你看花瓣的线，你看，哎，笔尖在中间这个地方点按一下，大大的，顺着这个线推，拿起来啊，拿起来，对吧？你就顺着这个线慢慢悠悠的推好了。你看，哎，这个地方你看笔尖再推一下，哎，慢一点，旁边这也是一样，你看线推过来，是不是？慢慢的推啊，你有些画不好的，你看慢慢的推大一点，好，小一点。是不是一个主花瓣就出来了？能够理解吗？你只要把这条辅助线，你看给找对了，就会很漂亮。听懂的话，给我打个1就好喽啊！把辅助线找对。那么我在这一边再加一个什么？你看，再加一个瓣，我这个瓣需要什么？哎，卷起来，大概卷成这样子啊，卷成这样。那么我再蘸一点曙红，前提是需要干嘛？需要去区分花瓣，所以说我们在这边，你看先分一下，先把它俩分开。因为这是另外的花瓣，然后你看笔尖顶的这个下边，你看点，哎，推着笔尖向上，是不是就出现啦？你看下面这个不够，我去补一点小洞洞在上面，你看，这个花瓣是不是出来了？能够理解的给我打个1啊！用一条辅助线就能够解决问题的，你看，哎，是不是一条辅助线就解决问题啦？听懂明白的给我打1就好，然后我们再看啊，比如说我觉得一个瓣不够，所以呢，我需要在这个地方，你看这儿和这个地方，你看这3个点这个地方加出一个小花瓣，怎么加？看好了，笔蘸藤黄，加一点什么呀？加一点我们这个曙红，非常简单，蘸点曙红，多蘸一点啊，多蘸一点。然后你看我在这个地方点一下啊，先点一下。然后呢，从左边你看按下去，滑过来一下，这一边点一下，把它们俩连在一起，简单吗？是不是连在一起？然后我蘸一点曙红，从这一边点一下，好，把它俩给连在一起。
是不是一个小花瓣就出来了？所以能够听懂的给主播打1就行啊。你看我这个表达，如果大家都能够接受的，就打1，是不是一个黄色的小瓣就有啦？非常好。那你看，我觉得在这个地方，我想再加个瓣，加个什么？朝这一边，你看，朝这边下面的瓣瓣好不好？好，蘸一下我们的橙黄，加点曙红。就是你们如果画熟练之后，就可以随心所欲啦。那么如果不是很熟练，你看画一下，笔尖点一笔，先把这个花瓣分开，你看，先分开，然后呢，笔尖对着这个下面，你看，哎，点，慢慢的，哎，滑下来，按大一点。是不是又一个小花瓣出来了？所以说能够理解了吗？是不是很容易了？感觉是不是简单很多？然后你看，如果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加一个小瓣，你看我想这么加，哎，折一下，哎，再加一个瓣在这儿啊，加个瓣在这儿。所以等你画熟练之后，你可以什么？不要辅助线了。你看中间留点空，好吧？点一下向上平，你看推过来，好用吗？这个方法学会了没有啊？好用的方法分享给大家，是不是又一个卷瓣出来了？是不是很好用？然后呢，我们来找一个什么呀？花心部位啊，看，比如说这个花头，这个花头花心应该在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一个兜圆的啊，你看，看到我中间一个圆形了没有？有没有看到我这画了个圆形啊，家人们？是不是出来个小圆形？看到打个1，看到打一个1，谢谢。好，非常好。这个圆形呢，是为了留出什么位置？留出我们这个花心的位置啊，留出这个花心的位置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啊，就是你花心的位置必须要留好哦。你看，我们在这个花心旁边这个地方可以点一条线，折一下，是不是可以折一个花瓣出来，对不对啊？非常棒。然后你看。点，按一下一半，一半，对不对？好，旁边这你看再加一个，你看，哎，再加一个瓣，看见没有？你觉得如果颜色不够深没事，你看用曙红再走一遍，是不是这样一个花瓣就折起来，花瓣就出来了？听懂了吗？它是不是把这个小花瓣给包裹着？你看这里再加一条什么？哎，你看，哎。咱们是不是把这个小花瓣包裹起来了？现在能明白了吗？是不是？你把线找对了，都好说，其余的都好画，是不是这样一个造型就有了？能够听懂的打1。然后你看，我们顺着这个圆形，它是一个圆形嘛，那么我们的花瓣都是怎么长？都是从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，加一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加出来？你看这地方，看，是不是这么去加？花瓣顺着怎么加？是不是顺着圆形的地方去加？是不是顺着圆形的地方去加？因为所有的花都是从这个圆心里开出来的，能理解了吗？所有的花都是从圆心里开出来的。然后你看啊，笔尖点一下，哎，笔尖你看往外面滑一下，按一下，是不是简单啦？滑一下，按一下。小一点，你看再滑一下，你看，按推开，是不是简单一点？你看顺着花心这一块，你就加出来很多很多很多。那如果说你还需要叠，你看啊，比如像这个地方，我想加一些小卷瓣，你看从这个地方出来一个小瓣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呢再加一个小瓣，行不行？笔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把侧瓣压出来。一下一半，是不是压出2个小瓣出来了？能理解打个1，谢谢。啊，是不是又压出来小瓣？就是你把这个小瓣啊一层一层的源源不断的压出来，这个花头不就是朝下走了吗？对，先掌握外形，但是我已经用圆形，用这个大圆形给大家控制住了，已经用这个圆形给你们控制好了啊！你看。比如这个地方，你外面伸出点花瓣啊，伸到外面，控制它最外面这个地方，你看，简单的随意的加一点花瓣，对吧？旁边外面加一点花瓣，这个时候你加的比较自由啊，加的比较自由。包括这个地方，你看
怎么加的这个外面的翻瓣啊，顺着花心处到外面，到这个地方看，延长一个花瓣，看见没有啊？对，你就顺着这个，因为我没有铅笔啊，其实应该是有铅笔的。你看，它的是不是都连在一起？看见了没有？那都是连着的。那你看，铅笔都是连着的，所以你们到时候顺着铅笔去连就好，明白了吗？顺着铅笔去连就好了，听懂了，明白了没有？啊，顺铅笔去连，你看看这个地方啊，简单的勾勒一下这个花瓣，盖起来。对吧？简单的因为我们用铅笔去勾啊，用铅笔勾它会更清晰啊，更清晰。然后你看这个花瓣不都是朝这一边吗？然后有些花瓣朝着外边的，朝这个反面啊。我们加几个朝反面的花瓣，蘸一下我们的藤黄啊，蘸一下我们的猪标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。我们现在画什么呀？画一个朝反面的花瓣啊，反面的花瓣。你看我拿个铅笔勾给你们看。顺着花心儿啊，你看往外面的，看到没有？在哪里？在这儿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儿，看见没有？它在这儿，顺着这个花瓣去。然后你看啊，笔尖点按一下，推开，小一点儿，大一点，是不是一个小卷瓣？是不是出现了？对吧？简单的啊，把它顺着你的花心的这个地方给它全部加起来，顺着花心部位全部加好。然后你看这里加个大半下，你看加这个地方，点按一下 ，OK 啊。这样子呢，我们整一个造型基本就出来了，整一个花头造型基本就有了啊。就是用一个线啊去叠加。好，然后呢，我的笔里边蘸什么色？首先笔泡一下白颜色，换一支新笔啊，换一支干净的笔，泡一点白色。泡完白色以后调玫瑰红，泡完白色颜料以后调玫瑰红。注意你调玫瑰红也要有梯度，不能乱调，不然容易画灰，玫瑰红作为一个底色，调好了。然后呢，调我们的曙红。曙红稍微多加点啊，曙红稍微多加一点点就好了，不要太少。而且呢，为了防止的颜色不晕开啊，就为了防止你的颜料不晕开，对吧？沾一点这个曙红多来一点，沾点胭脂。笔尖是一定要加胭脂，如果笔尖没有胭脂就容易晕，听懂打个一。笔尖胭脂加浓加厚，不然就会晕开啊。所以这一次的画法要求笔尖的胭脂加厚，非常的厚，听懂打个一。要求笔尖的胭脂加厚，非常厚啊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来画什么呀？从花心由内而外的画，从花心由内而外的去表达。首先笔尖你看，把这些线你看，哎，给它点点点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有深色的线？把它盖起来，笔尖一点啊，你看，哎，按一下过来，按一下啊，你看，是吧？把深色的这个花瓣先画出来，能听懂吗？然后里边你看这些地方可以去勾一下，笔尖点一点，你看勾一下，对吧？把一个小花瓣先勾出来，旁边的花瓣也是一样，你看点一下，按下来，哎，这个地方划一笔过来。因为这样画出来会比较干净一点啊，再蘸一点曙红，蘸点胭脂啊，继续加，而且我胭脂加的很多很多很多。你看小洞洞给它盖起来先，好，再盖，慢慢的盖，好，停，往上翻一下，两下，是不是我们这样这些洞都被盖住了？是不是洞都被盖起来了？继续盖啊，蘸一下曙红，多放点胭脂啊，多放点胭脂，就这些小洞全部盖住，你看。啊，一个一个小洞盖住，旁边这些地方你看，哎，也是一样，点，你看，往下按一笔，是不是一个一个的小瓣是不是都出现了？能够理解吗？是不是好理解这个花瓣？然后继续添，你看
加第二层点，你看，哎，再来一层，就一层一层去压它，是不是？你就一层一层去压就行了啊。你看翻过来这个地方啊，哪怕里边填了一块红色也不影响，是不是？把花心部位先盖住啊。是不是花心部位先盖住啊？蘸一点曙红，再蘸点胭脂啊。花心这一块先盖起来，然后呢，旁边这些地方啊一样加。你看，哎，因为里边我们到时候还要画什么？画这个画的那个花心儿，就是花蕊，所以不影响。你看笔尖把它先盖住，哎，一半啊，把所有的背瓣都加起来，包括这个里边的花瓣，你看。也是一样啊，一层层去叠，你看，点，反过来啊，把这些所有的小花心全部勾起来。你看，笔尖对着哪里？看到了吗？笔尖对着每一个白色的地方，笔尖对着我们每一个白色的花瓣，把它整一个盖住就行。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种地方的卷瓣怎么画？首先毛笔压在中间，按一下，哎。笔躺下，推开，推出第一个花瓣，啊，蘸一下曙红，再蘸点胭脂，先推出来第一个花瓣，然后呢，笔尖你看，勾一下，把这个小花瓣勾起来，这样理解了吗？对，抠花心儿，是的，你看这个地方点啊，你看往回折一下，按一下，每一个小花瓣都是这样，你看，是不是一个大瓣就出来？你看这个地方不够大，可以补一笔。是不是可以补一下？一个花瓣是不是出现了？然后一直蘸胭脂，这个时候我持续性的啊，我不停的加胭脂，不停的加，只有胭脂。你看在这里描一个小孔，哎，盖过来小一点，是不是盖过来小一点？一个对，花瓣就呈现出来了。对，一个一个，你看这些地方再小一点，你看，哎，给它合过来，是不是？慢慢的合。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你看，往上折一下，然后笔尖向下一下，再蘸点胭脂。你们为什么有的人画的时候不干净？因为你胭脂加少了，胭脂你加少了，需要不停的加胭脂，明白了吗？你看往外带一笔，对吧？需要不停的加胭脂。如果你胭脂不够，它就不亮，胭脂不够它就不够亮了，好吗？然后继续添。啊，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，蘸一点点曙红，笔尖加胭脂啊，来看好了，对，然后你看，我把这个毛笔放哪里？看见了吗？放在这个下面，哎，按拉长，拉到最长，拉到最长，然后呢，哎，推过去，推过去，推过去，看见了没有？往外拉，再推瓣啊，中间留空不管它啊，那都是要用曙红的，都是要用曙红啊，因为这几个色彩梯度是改变不了的。沾一点胭脂，再沾点胭脂，你看，往下面这个地方，你看你加一个瓣瓣，好，然后给它这个中间给它描起来，哎，折起来，哎，一下带动一笔啊，一下带动一笔，再沾点胭脂，你看这儿，笔尖点一下，哎，上来，按一下。再淡一点，你看胭脂，你看点，是不是花瓣就比较大，画出来，理解了吗？是不是大花瓣就有了？中间给它加的干净点啊，你看，哎，对吧？加出一个翻瓣就清晰起来了，听懂打个1啊！如果你想这个地方加深一点的啊，你看多放点胭脂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再盖一笔，你看，哎，过来，哎，擦，是不是就干净起来了？这样能理解吗？是不是一个卷起的大瓣就出现了？非常的容易啊，非常的容易。这款金贝大红啊，也适合很多啊我们家零基础的家人去画的，对吧？加几个小花瓣勾一勾啊，勾一勾，是不是就出现啦？是不是就出现了？然后我们继续加，你看这些地方的花瓣还没有添，我这一个单瓣是添好了，对不对？再沾一点啊，玫瑰红，一点点的曙红，一点点胭脂啊，稍微放一点点的胭脂。你看，我们继续添，继续添啊！你看，我在这个缺口处先干嘛？笔尖点一下，先描缺口，还记得吗？你看，点笔这么一按，推开，再一瓣，
是不是把这个花瓣都推开啊？是不是就是把这个整一个花瓣推开，然后蘸一点点胭脂啊？你看，笔尖点一下，划一下，你看把这个花瓣给勾勒出来，是不是勾一下？这个勾一下呢，这个花瓣会比较漂亮啊。然后里边呢也是一样，哎，再走一笔，你看盖起来，是不是把这个花瓣盖起来？你看是不是一层一层的就出现了？你就持续性的啊，持续性的去添瓣。我们之前是怎么添的？看过来了啊，就是我的毛笔稍微清洗一下下啊，稍微清洗一下下啊，毛笔稍微清洗一下下，笔呢蘸一点什么白颜料，因为我们平时画画的时候还记得吗？有一些花瓣它也是有色彩区分的，所以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啊也要有一点色彩区分。那么这个时候我稍微调少一点的什么呀？对吧？我把这个玫瑰红稍微少加一点，好不好？让它有一点粉瓣，好不好？这样的花图会比较漂亮。玫瑰红少加一点，加一点曙红啊，加点曙红，加一点胭脂啊，加点胭脂。OK 啊，加点胭脂，色彩不要脱节啊，不要脱节。有的人颜色脱节就不好看喽。你看这个时候我们朝这个下边这里，因为里面不是很多的花瓣，对不对？那么我顺着小花瓣去加，你看笔尖点一下，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笔尖按过来一半小的，是吧？画一个小花瓣，而且这个花瓣呢，它什么有点偏什么颜色？偏这种粉色的，偏粉色系花瓣。你看这个地方也一样，你看我勾一下，你看添一笔上去啊，一半小瓣，是不是啊？它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，是的啊！你看是不是一半一半就出现了？对吧？一半一半就呈现出来了。我们继续添，好吧？你看我到这儿，笔尖点一下，哎，按一下，慢慢的把它给合在一起，哎，再合一个瓣。其实你就不停的往里边加，一层一层的加就好了。再沾一点点胭脂啊，你看，就是你反正就反复的往里边加啊，然后你看这些所有的小单瓣把它填满啊，填满。你看，比如像这个地方，你看点添一层，对吧？主要就是笔尖的胭脂需要多蘸点，你看，主要先多蘸点胭脂啊，一直补胭脂啊，我一直在补胭脂，你看。慢慢的就合到上面去了啊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就合起来了？往上合了，对不对？看到了吗？一层一层就往上合了啊，一个底色就加好了，然后开始添什么？跟它把上面的花瓣合在一起，蘸一下曙红加胭脂，把一个花瓣全部合起来，蘸胭脂啊，整一个花瓣蘸了胭脂。你看，我继续添。朝这一边点一下，笔尖朝上描一下，看到没有？笔尖朝上描一下，把所有这种你看小卷瓣都描出来。你看点，哎，描一下，哎，点，你看边描边点，然后干嘛？最重要的花瓣看过来了啊，点往外按下去推开，因为我们的花瓣从这个地方结束了，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哎，往上按。这个里边你看有个缺口，像这个地方点，哎，折进来啊，把这个你看小花瓣不就都叠出来了吗？然后就是合起来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。其实我主要就是在用胭脂在做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笔尖点一下下，按一下，你看，往里边勾一下。如果你的颜色不够深，我们蘸点啥？蘸点墨汁儿。就我觉得那个地方，万一我颜色区分不出来，我就蘸点墨汁儿，用墨可以区分啊，墨可以，你看，是不是就区分出来了，对吧？用墨去区分啊，明白了吗？看这个地方合一下啊，你看，合一下，是不是啊？用墨去分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方法。好，你看点一下瓣瓣，合一下，蘸一点墨汁儿，把它给分瓣分出来，是不是这花瓣要清晰啦？
听懂打个1，谢谢。对，听懂给主播打个1，你看是不是这块卷瓣这个质感就出现了，花瓣分得很清晰。你看啊，继续往这个地方加一个小瓣啊，你看叠在一起 ，OK， 是不是就出现啦？从笔尖对着里边向外加一个瓣啊，笔尖对着里边向外加一个瓣，角落这里啊补一点那胭脂啊，补一点点，好，合一下。你看你的花瓣就一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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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就出来了啊，蘸一点玫瑰红，蘸一点点曙红，蘸一点点胭脂啊，再蘸点胭脂，就是剩下的花瓣就开始怎么样？你看，笔尖在这儿划一下，往上顶一下，停，笔尖顶一下，往上，点一下，往上，一层层的往上点，一层层的往上点啊，直到怎么样？你看，点，你看点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笔尖往外，哎，推开一个这种大卷瓣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推开一个瓣。然后剩下的瓣给它压在一起啊，压在一起。笔尖用胭脂去描一下啊，你看对，因为我要教大家用描的，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呢，你的这个切大是切不好的啊，所以我就是用描的啊，让你们更好更快的去吸收和接受。对吧？这样一个啊，连描带画的啊一个花头就有了，对吧？卷起来的一个花头就出现了。听懂给主播打个1就行，谢谢。对吧？又一个花头出来了啊。OK， 继续加。你看，我把下面的花瓣持续的去把它加满啊，加满。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啊。蘸一下曙红啊，蘸一下曙红，再蘸点胭脂啊，蘸点胭脂。对，蘸一下胭脂，然后你看我剩下的花瓣开始，你看这种地方点一下，笔尖按一笔，你看按过来，笔按大一下2下，对吧？按大一点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因为你花瓣画大，你完全可以偷懒啊，你是不是可以偷懒？对不对？你最开心了，每个人偷懒，对吧？最好就是少画一点，画的越少越好。蘸一下玫瑰红，加点曙红，水分不要太多，水分多这个花头就不好看了啊，水分不要太多。对，蘸点胭脂啊，蘸点胭脂。这个单层的花瓣啊，该怎么画？你看，顺着这个边边，你看勾勒一下，一半一半，是吧？顺着边边去勾勒，然后呢，周边的花瓣，你看。在这儿笔尖点一下，按开，你看，推开一个瓣，按大一点一个瓣，小一点一个瓣啊，小一点，看见没有？大大小小的花瓣就这么加出来了，而且要加在什么花瓣？加在我们这个橘黄色的花瓣周边啊，也就是说加在金瓣的周边。能够听懂给我打波1就行。加在金瓣的周边啊，加在金色花瓣的周边。为了让这个迎合花头的一个什么呀歪过来的造型，所以我们这样你看，一下连起来，对吧？给它有点这种斜过来的造型，需要迎合它的，需要迎合它。旁边这些地方都是一样，你看，点给它推开，推大一点，推开花瓣，对吧？这是一个什么样造型的？背靠背造型的，你看。就是两个笔尖对在一起画出来的，两个笔尖怼在一起画出来的一个大花瓣。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下曙红，谢谢。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。你看，我朝这个旁边这个地方看，我卷一下，一个花瓣啊，一个花瓣，对吧？你看，然后呢，笔尖点一下。按一下推大，小一点，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出来了？然后笔尖用点胭脂，是的，然后你看，给它划一下，是不是这个花瓣是不是干净起来了？你顺着这个边边，你看添一下，是不是这样一个花头就出现了？大花头啊，大花瓣就出现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是什么造型啊？人家这个花头有点朝下的啊，朝下。有点朝下面的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怎么样补瓣
补点瓣啊，沾一下我们的藤黄，沾一下曙红啊，可以补点花瓣，让它花瓣啊，你看更加灵巧一点。比如像这个地方，笔尖点啊，你看，哎，直接横过来啊，直接横过来啊，横过来补一个什么呀？补个这种卷瓣，横着就行。那一会儿等干了再画。接着我们把剩下的花瓣呢，给它加满就行。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啊，加满什么？加满我们周边的这种大瓣儿。这个缺口处，你看，我们可以用手比一比啊，用手比一下。比如这个地方，我想加那么大，就加这么大。你看折过来，加到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顺着这个地方，你看点一下，切进去，合在一起，是不是一个花瓣就出来了？合在一起就好了，要合着。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，就是你过程中可以补曙红啊，过程中可以补曙红，但是你不能补什么白色啥的，不可以去补的啊。就可以补曙红，但是你不能去补白啊，不能去补白色。好，这个地方再拉一瓣瓣过来，对吧？一半一半去添，对吧？一半一半的去添啊，用小号的那个链接的小号笔。我说的大毛笔就是这种，就是跟我同款的这支就是那个链接的小号。好，笔尖点一下，按大一个瓣。我说大毛笔就是那个链接的小号，好吗？好，加一下，叠开一个瓣瓣啊，对吧？叠开一个啊，稍大的花瓣朝下的，继续添啊，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，继续添啊，蘸一点玫瑰红，蘸一点曙红。哎，好的，蘸一点曙红，蘸一点胭脂啊，蘸一点胭脂，好，蘸一点点胭脂，然后你看我们继续的往下面添，就是往下添的这个造型是非常重要的啊，你看是这样折起来的，所以说笔尖向这个地方划一下，按，推开，用笔尖去推，你那一笔推的越大越好看。好，一个花瓣，是不是出现了啊？推开一个一个瓣，你看像这个地方，你看笔尖再点一下，按过来一个下，对吧？大花瓣就层次感比较多，你看在旁边这里合一下，对不对？比较大的瓣瓣就出现了啊，叠一下啊，往下叠，朝下面叠的这种大瓣就已经呈现出来了。然后旁边这个缺口处把它加满，旁边这个缺口给它加满啊，我蘸一点白颜料。我毛笔里边蘸点白的啊，蘸点白的，蘸一点玫瑰红，因为我的颜色用完了。颜色用完之后，我重新调色，我可以调一点白粉色的瓣，会更漂亮，听懂了吗？因为我在重新调色了，对，我的颜料用完了，我再重调，所以呢，我要调的多调一点什么呀？白粉啊，白色的花瓣啊，会比较更漂亮，多调一点白色的瓣啊，粉白的瓣。那你看。这个缺口的花瓣是怎么画的啊？首先笔尖在这个地方点一下，你看拉长一下，推过来2下，推过来停，先推一下花瓣，然后呢，笔尖蘸点胭脂啊，多蘸一点点胭脂，笔尖多放点胭脂，然后你看我去勾一下啊，带毛，笔尖多勾一下，你看点一下，哎，推开一个瓣，2下3下。是不是出来一个花瓣？看见了吗？然后再蘸一点点胭脂，再蘸一点，你看我顺着这个地方点，你看，哎，再推开一个花瓣，再推开一个花瓣，笔再蘸胭脂，你看，再给它描一遍，你看，哎，描一个瓣，看见没有？是不是双层花瓣？是不是双层？啊，那你就用小号就行，听我的没错啊，小号跟我是一样的，5.2厘米的啊。你看这个地方笔尖带一笔下1、2，你看合一下，中间带一个笔触就好了。因为深色的花瓣可以描来描去啊，深色的花瓣会比较好描一点，知道吧？它可以描来描去在上面，是不是？你看这样一个大卷瓣又出来了啊，大卷瓣。一层一层的，深色的花瓣适合在里边描，我也是最近发现的啊，它的一个控色会比较好控一点，比较适合这种小白，比较适合小白，它比较好控色，对，
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，蘸一下胭脂，好，再蘸点胭脂啊。你看，我们继续添，继续添啊。你看这个时候怎么添？看好了啊，看我的毛笔的一个用笔方向。你看一下两下去推，你看，首先笔尖我点在这儿，你看，哎，一下，笔尖的重色朝一边的，朝一边。你看我在这儿再贴啊，你看先给它带出来一笔，好，一下再推一半，拉长，再推一半，看见没有？这个笔尖朝哪一边？朝一边就朝左边啊。你看朝这一边，朝单边翻，你看，看见没有？笔尖朝单边翻，听懂哪个一？朝单边去翻啊！你看我在朝这翻，你看，哎，是吧？朝一边去翻啊！你不要左边右边反复翻，那完蛋了啊！你看这个地方再勾一下，你看，哎。是吧？朝单翻，它就会呈现朝一边走的花瓣啊，朝一边走的花瓣。推开个大瓣，是不是推开啦？推开个稍大的瓣啊。然后呢，这一边给它，你看笔尖顶一下，合起来。现在会翻这种瓣了没有？会不会翻这个瓣啊？会的话，你打个1啊。对，这种瓣现在会了吗？很多人就是他以为把里面涂黑就好了，涂黑就凌乱了。它不是涂黑的，它是一笔一笔翻出来的，它不是涂黑，明白了吗？所谓卷瓣是卷出来的，而不是涂黑。涂黑的根本就不是卷瓣牡丹，涂起来的这根本就不立体，里边没有那种纹路的啊，你去描也是描不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花瓣是不是这种造型推开的？对，里边有时候对它卷的里边是有纹路的啊，不是把它涂黑就叫卷瓣牡丹了，涂黑的不是卷瓣牡丹，根本卷不起来。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了，很多家人我知道你们也想画这个质感，但是画不来，对不对？现在会了吗？不是涂黑啊，不是涂黑，明白了吗？我就怕你们涂黑，对，是卷出来的。没有看懂的我再给你们卷一遍，好吧？没看懂我再给你们卷一遍啊，没看明白我再卷一下好了啊。那我不知道谁涂黑，反正我有些学生是涂黑的，涂黑不对啊！你看这些地方的卷瓣也是一样，你要想好朝哪边卷。你看，比如说朝这边卷，哎，一下、两下，哎，笔尖拉大啊。就如果说这是要点啊，对，大家要明白，它不是涂的，就哪怕你画过了没有痕迹，那没关系，毕竟我们你看做过动作，你看点推开，推大一点啊。那你们自己其实也了解呀，涂黑的怎么会是卷呢？对不对？你们也知道，因为我有些学生，很多同学们交过来作业，我看了，这个不对呀，画的啊，我有看，其实好，你看笔尖向一边滑，你看，哎，是不是？它一定是这种感觉才对嘛，对不对？别人一定是卷着的啊，所以说卷的造型很重要。一定要卷起来，你不卷不是很奇怪吗？那怎么叫卷呢？对不对？好，向下，你看翻一下，你看合着，所以大家呀要认真听，不然的话你这个啊，人家看到你说这是卷的，那别人也觉得不像啊，对吧？人家觉得肯定不像，因为我看到我有些同学们交到那个作业啊，真的是不对。OK， 你看这个花瓣也是卷着的。它也是卷起来的，就盖下来啊，盖下来，沾点胭脂。那不是细不细节啊，它涉及到你画对或者画错的问题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如果对于老师来讲的话，那你会影响很多人，对吧？这个花瓣就出来了。如果作为老师，那我还讲错了，其实会影响很多人哦，对不对？你们都被我带坏了，就这样的，带偏了直接啊。好，下面呢再带几个卷瓣出来，你看，比如像这个地方啊，我带几个卷瓣朝一边斜，你看朝这边一下，对吧？折进去啊，折一下，然后这个地方就很简单啦，蘸一点玫瑰红，蘸一点曙红啊，再蘸一点点胭脂啊，玫瑰红、曙红蘸一点点胭脂，非常简单。看这里，笔尖在中间这个地方走一下，你看，哎，折一下。
左边给它回一下，右边回直，右边回直，停就行，停就可以啊。下面的花瓣你看朝里边点，哎，合起来，朝里边点，然后合起来，笔尖蘸胭脂，左边走一笔，好，一下，对吧？对，对卷的，右边再点一笔，你看，哎，一下，中间填色。这个对卷的花瓣会画对两支笔，一支是这个叫画黄色的瓣，一支呢是用的是画红色的瓣。对卷的花瓣也很重要，它一定是这样子的，衔接比较好，是衔接起来的，重色在外，里边盖起，对吧？一个对卷的花瓣就出现了，对，一黄一红，是的。最后整体的花瓣修饰一下啊，我们整体的把这个花头呢修饰，包括这些小卷斑，你看，哎，叠一下啊，叠出来，加一加啊，调整这个小瓣儿，好吧？现在我们开始修饰了，修整它，好吗？整体修整一下，包括我们上面有些大瓣卷瓣可以再表达啊，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下曙红。我这个花头大概用了多长时间讲啊？给大家讲的那么仔细的，希望你们能听懂，好吧？对，这个花头我用了挺长时间去讲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理解。那最好是这样子，好吧？你看这一边再带一个大花瓣，你看笔尖点这点，推慢慢进来，下面先描一下，然后点拉长，慢慢的拉出去，对吧？笔尖，对吧？再蘸一点胭脂啊，再蘸点胭脂。这个呢，在我们的210的提高课里，然后修饰一下旁边，你看点按进来，哎，一个小瓣，叠进来，加进来啊，加进来一个小瓣，蘸一下胭脂啊，是吧？啊，蘸一下胭脂，你看一个瓣，哎，扫一扫，对吧？这样一个大花瓣，然后呢，向上叠几个大瓣就完事儿了啊。向上叠个大瓣，我们就画好了。笔蘸一下玫瑰红，笔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下曙红，啊，上面一个大瓣啊，一个大瓣朝上叠起来啊。这个地方怎么画？我顺着这个边边，你看拉出一个比较特别的瓣啊，你看在这填一笔，这个瓣这么大啊，大概这么大啊，加这，你看好了，笔尖点一下推。往上按，哎，慢慢的叠出一个瓣，对吧？往上按，然后叠出一个瓣瓣，继续翻一下啊，你看，对吧？一个大瓣，然后呢，我们继续添几个大瓣，我们继续的啊，添几个大花瓣。这种大花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。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啊，你看，朝这一头笔尖点一下，哎，折进来，拉长。你看推开，慢慢的推，笔提起来，是不是一个大花瓣要出来了？这个花瓣很特别，它出的位置你看非常漂亮，旁边给它带圆一点，你看可以去描的吗？是不是带圆一点的花瓣会更好看？对吧？带几个圆瓣啊，就更好。你看，哎，叠一下，带几个稍微圆一点的花瓣，你看是不是更漂亮？下面再叠一个瓣瓣，我们这个花头就 OK 了。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点曙红，蘸一点胭脂。啊，下面这个地方再叠一个小瓣瓣，加在这个地方。OK 啊，一个小花瓣就出现了，谢谢。然后我们蘸一点什么呀？胭脂，那个地方空着，我要画叶子的啊。那地方空我画叶子，笔蘸一点胭脂啊，在这个洞洞里边去盖起来。你看，全部填满就行啊。你看，这样一个金贝大红的花头就出现了啊。对，这样出现个金贝大红的花瓣。然后呢，蘸一点我们的黄色，蘸一点我们的橙黄和曙红。你可以补点什么？补点这种黄色的瓣瓣呀，其实它是比较自由的，它加花瓣，对不对？你看花瓣加比较自由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啊，点拉出来一个瓣，你看，哎，我是不是可以添一个瓣？再蘸点胭脂，你看啊，比如说我在这个有一些缺口处，我想再加一个瓣，让它比较完整，加这儿点一下 ，OK 啊。
对，这样一个花头就出现啦。喜欢主播的话点点赞啊。橙黄橙黄啊，你看，这样一个花头就完成了啊，就完成了。点个赞，打个1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花蕊点一下，老规矩啊。每节课我都是边画花边画蕊，因为我怕画不完。边画花边画蕊，我怕画不完，所以说我会直接把花蕊点上给你们看。一起点个花蕊好吗？谢谢。一起点一个花蕊好不好？我这个花蕊今天用的是一个翡翠绿去点啊，因为我的3绿快用完了。用翡翠绿也很漂亮啊，这个呢叫做翡翠绿，多来一点。然后呢加点太白，翡翠绿加太白啊，翡翠绿加太白。然后呀，哎看，笔蘸太白加翡翠，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绿？太白加入翡翠绿，刮干一点，刮干一点啊，刮干一点，对吧？刮干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花心是怎么画的啊？它是一个在这个地方的，点一下，点一个小点点啊，点一个小点点，分几个五角星，1、2、3、4、5，看到没有？分出一个小五角星儿。开始加尖尖，你看，哎，小尖尖加起来1个，好，2个，3个，从里往外加啊，3个。然后呢，再来，你看这个地方加出弧度，宝贝啊，家人们啊，你看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这样子，因为它是凸出来的，是凸出来的一个，你看。笔头啊，笔尖去点一点会更好看啊，对吧？是凸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啊小五角星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刚下课，因为我管小朋友们都叫宝贝，对，管孩子都是叫宝贝，对，像一个小海星啊，家人们，习惯了，突然一下子就冒出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蘸一点胭脂啊，蘸点胭脂啊，多放点胭脂。放点胭脂，你看，点一下，你看啊，顺着边边，你看下来一条线啊，顺着一条线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点顺一条线，顺一条线，顺一条线，把这个线给它加出来。OK， 这样呢，一个小小的啊，小小的小五角星就出现了。听懂打个1，听懂给主播打个1啊，听懂打一个1。然后呢，笔蘸一下白色颜料啊，笔蘸点白颜料刮干。对，蘸一点白色颜料，比较干的情况下去勾什么啊？勾花丝儿。谢谢。比较干的情况下去勾花丝啊。你看怎么勾的啊？我们分双层勾，分双层勾。第一层我勾哪里啊？勾这个地方。你看，哎，1、2、3，你看。看到没有？勾出第一层花丝儿，能看见吗？看不见，我镜头拉近一点，能看见吗？拉不大，晕到。这样能看见吗？勾的稍微细一点的小丝丝啊，你看它是一个往上折起嘛，这个地方你看，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对吧？不白，淡淡的就好，不用太白啊，不用太白，淡淡的勾点就好了啊，你看。然后呢，四周你看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向外放的，向外面去放啊，张开，对吧？向外，向外去粘，晕倒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向外粘啊，你看，向外去粘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啊，你看，没干，那你等干也可以，好吧？你看。OK， 啊，简单的加一加就好了，不用太多啊，简单加一加。然后呢，我们是太白加上藤黄，太白加藤黄比例稍微稠一点。很多人是不是跟我说啊，你这个笔太干推不开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遇到笔？
啊，那你管理员会帮助你的啊，管理员会帮助你。那个要退的话，管理员会帮助你，不着急，一会儿他会帮你啊。藤黄蘸一下太白啊，藤黄蘸太白，多加一点。对，那个我这个蕊怎么勾？看好了啊，这个蕊啊，你看好了啊。朝里边，你看里边先点，你看一个一个小点点啊，小点点切，你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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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开小什么小豆芽，对吧？点开一个一个，顺着什么点？顺着花蕊去点，能理解吗？顺着花蕊去点，听懂了吗？听懂打个一。顺着花蕊去点，呵呵啊，顺着花蕊去点。对吧？一定要顺着蕊去点啊，因为我们线已经勾出来了呀。那这个点就好点很多，这个蕊会比较好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需要用大脑思考问题，顺着线走就行，明白了没有？顺着线去走就万事大吉了，明白了没有？只需要顺着线去走就可以，你看。不需要很夸张的啊，去怎么样叠加它，你顺着线去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像这种勾蕊的技法还是比较好掌握的啊。爆炸蕊是的，所以这个技法还是比较好掌握，因为它比较好勾，不像我们之前那个啊，比如说章法啊什么的比较多，对吧？大爆炸啊，大爆炸蕊，好可爱，对吧？这个蕊就比较多啊，朝一边走啊，朝一边走。好久不见，多勾一点，多点，因为我的风格其实，因为我的年纪也比较小，所以风格的变化就比较多，跳跃性比较强，明白了没有？因为年龄的限制嘛，所以就是我的风格就是多样化会比较，因为年轻人嘛，就这种啊，稍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，不着急，他会去调整的。OK，这个话筒喜欢吗？喜欢就给主播打个一就行啊。对，喜欢给主播打个一啊，给主播打一个一。好，我们继续，就是比蘸一点我们的啊藤黄，比蘸一点藤黄，对，多蘸一点藤黄，然后呢，蘸一点什么呀？蘸一点我们的橙黄，蘸一点点橙黄，然后蘸一下我们的曙红，一点点，曙红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画一下，画几个主瓣儿啊，刚才我教过的呀，画一个主瓣儿啊，红配绿，拿红色配。你看这个地方我画一个主瓣，我大概画到这个地方吧，但是画头不能大喽，不能太大，大了不美了啊，大概就这么大，小一点好吗？你看我在下面画一条线，一条线好不好？一条线，两条线，三条线，看到了吗？我是不是基本上把花瓣的位置确定下来了？看见没有？谢谢啊！看到我把花瓣位置确定了没有？看到了吗？然后你看我在这一边笔尖点，按一下，好理解吗？现在啊，谢谢，这样好理解了没有？我用一条线直接给大家解决问题，好理解了啊。好，这一边你看，哎，分开一下，一条线，你看。问题好解决了吧？明白了吗？学会了没有？谢谢。学会了吗？这一边你看啊，笔尖再分一下，然后你看折向上按，推开一个吧。再大效果啊，大金杯是吧？看到了吗？学会了没有？这个简单一点啊，是不是简单很多？再蘸一下我们的藤黄啊、曙红和胭脂，你看。我继续的啊，在这里描一下好吗？你看这个地方好，走一个瓣好不好？然后呀，这个笔尖向这个地方点，哎，往上一个瓣，
今天晚上我这么讲，应该都能听得懂了吧？能听得懂啊？蘸一下白颜料啊，白色的啊，泡泡白，加一个小花苞。那么我们这个花苞不能大，蘸一下藤黄啊，蘸一下藤黄，听得懂就好啊。真有这个品种吗？它不是一个品种。所谓金贝大红，它用于我们什么呀？我们工笔里边有一种叫什么钩金的重笔描金、重彩描金。重彩描金的技法里边延伸出来的一种什么绘画方法，并不是说这个颜色，明白了吗？他说的不是颜色，说的是一个技法，叫做金贝大红。你看我们继续的啊，点按一下，你看啊，哎，推过来一个小瓣，对不对？哎，划一下，对吧？划一下，花瓣朝上翻就好了。我们继续听啊。好的，你真聪明，被你发现了耶！你看这个地方点啊，推开一个小瓣，对吧？一层一层的小花瓣给它推开啊，推开。你咋这么聪明呢？好，一半一半的向上添啊，向上添，再沾一点这个曙红，你看，推开一个小瓣，你看朝这边，对吧？对，大家肯定没有发现我在压笔转笔，我觉得你们发现了没有？有没有发现我在压笔转笔啊？然后蘸一点曙红啊！刚刚那个朋友肯定是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啊，看到了吗？发现了啊？对啊，对，我的一个技法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继续添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没有，太可爱了。然后你看啊，这个时候我拿一点什么呀？拿一点红色的啊，拿了几次啦？好吧。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是吗？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曙红啊，笔蘸一下玫瑰红啊，加一点我们的曙红，蘸一点胭脂啊，蘸一点胭脂。OK， 我们继续添，这个时候花瓣就好画很多哦。笔尖在里边走几笔，你看一下、两下，把这个洞给它盖起来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地方你看。朝里边盖起来啊，盖起来，好饿啊！你看里边的花给它折，你看，哎，点往上翻一半啊，一半，对，这样看得见了吗？对，是的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啊，对，团购价给大家开好了，蘸一下胭脂，对的，是的，你看往上翻，一二，你看折起来。对吧？一个一个小折瓣啊，一个一个啊，一个一个小折瓣去折，听懂了吗？听懂给主播打个一，谢谢。听懂的给主播打一个一啊。我们那个管理员啊，好，继续啊，继续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点一笔啊，点推开，往上翻，往上翻，哎，是不是啊？这种啊，这个地方是不是简单多了啊？我们的工笔呢和写意啊，都属于我们中国画里边的啊类目之一。那么中国国画里边呢，共分为3个派系。第一呢是国画花鸟，它最早源于我们的宋代，也是非常流行的。其次呢是国画山水，然后呢是国画人物，这是3大类。那么如果说我们需要呢，把它再细分一下，按照技法来细分呢，它可以分为什么呀？分为写意以及工笔啊，最传统的是写意和工笔2大派系。然后呢，最后经过我们近现代人的一些研究啊，慢慢的啊，比如像陆亦菲老师呀、王雪涛老师啊，或春阳老师等等，哎，研究出了一些什么呀？叫做我们的兼工代写啊，叫类目啊，类目兼工代写类目就又延伸出来了。然后呢，再慢慢的再延伸，最后很多家人们啊，就比如说你们了解的什么呀？工笔，对，工笔的这一块里边又分为什么呀？分为双钩的，就是以线用线去体现面的，我们称之为双钩。
用面去体现，去把线给留白留出来的，我们叫它什么呀？墨骨。所以这个工笔里边呢，就分为这两个系列了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写意喽。写意呢，我们又叫什么？大写意和小写意。那么所有的写意画法，它都是用什么？用块面去表达的。用块面表达就叫墨骨技法。对，听懂了吗？所有用块面表达的都是用墨骨技法表达的。那么包括我现在在画的，这个也是墨骨技法之一，但它不是工笔。阿宝你在捣乱。对，零基础的啊。那好的，给你介绍一下。反正刚好我也知道一点，我就给你介绍一下。好，继续填。OK， 你看填一个小瓣，基本上来我直播间的也都是零基础的比较多。蘸一下这个小花瓣，睡醒了，是的，它睡醒了。然后往上面添一个小瓣，你看添一添这种小瓣啊，这个呢就比较简单一点。然后像这个地方点啊，推开一个瓣，哎，一下，两下，一下啊，两下。好，添一个小瓣，哎，一下，是不是？你也会睡醒了是吗？阿宝他睡醒了，换个窝睡。好，你看推一个小花瓣出来就好了。你看这样一个花瓣就有喽。对，喜欢的话你们可以多多支持我，或者多去看我的作品都可以。OK， 这样一个花头，对，带我立体感啊，这样一个花头就出来了。对，点点一打一个赞，这样一个小花头就有喽，小花头就出现啦。如果你想让它更美一点，没有问题，可以这样子按一下，可以按一个小瓣出来，然后去叠曙红，蘸胭脂啊，蘸点胭脂，谢谢。你看笔尖点这里点，哎，按下来，你看推一个进来，看见没有？推一个花瓣进来，然后呢继续，你看勾一下，把它给分出来，是不是出来了嘛？点个赞吧，截个图就行啊，比较有趣是吧？首先笔蘸藤黄啊，首先笔蘸藤黄。好，继续的，笔蘸一下我的三绿啊。2号是30节，30节。然后呢，蘸一下我们的啊花青，蘸一下花青，然后蘸一点胭脂，哎，我的胭脂啊，蘸一点点胭脂，少一点点，一点点胭脂啊。我这个地方我会先画什么呀？我可能会先画那个小的叶子啊，可能会先画一些小叶儿。首先笔蘸藤黄，对，首先笔蘸点藤黄，蘸一点三绿啊，蘸一点三绿，蘸一点三绿，笔蘸藤黄加三绿啊，刮干一点点，蘸一点花青，藤黄三绿，多加一点水，蘸三青，看到了没有啊？蘸花青，蘸花青，笔尖蘸一点什么呀？胭脂，对，笔尖蘸一点点胭脂啊，笔尖蘸一点点胭脂。颜色可以稍微重一点，不要太薄，太薄调不出来的啊。太薄这个颜色呢就调不出来，不太好看。好，可以了。我们现在画下面这个啊，花苞下面这个东西，你看，花苞下面这个花托这一块，你看笔尖点一下，你看折往下推进来啊，笔尖边点边推往下走，边点边推。这个地方你看点划一下，划一下，然后呢笔尖点着外面看点。按一下，笔尖朝外。但是呢，有的家人可能见过这种叶吗？见过这种造型的叶子没有？它是不是就包裹着这种造型？你知道吗？这种造型你们见过吧？它是往下面带钩的啊，你看有点灵气给它，对吧？带一点灵气，它睡着了，晕倒啊，带一点这个尖尖给它会比较漂亮。好，这个下面你看点一点点，你看。对吧？带一点小小的小尖儿给它，它会更加的漂亮。还有呢，还有的一些叶子是怎么画的？它是这样的，顺着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带一笔，你看点，哎，按下来，慢慢的按到下面，看细一点，哎，再折起来，是这个样子的啊。那么这个叶子是什么呀？它是一个正对着我们，就是什么？它这一块是你看这个是这样的盖过来。
对不对啊？是趴着的啊，趴着的这个叶子。所以很多人啊，他们很少去这样去表达叶子。这个叶子你知道吗？是这样子下来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人习惯性打勾打勾打两个勾，完了这个叶脉这个叶子处理的就不美了啊，明白了吗？你这样处理的叶子会比较的灵活，你看它是不是正对着我们呢？是这个面对着我们的啊。所以你处理叶子处理的灵活一点，总归是好的，总归是没有坏处的啊。这个地方你看点向下弯一点点啊，弯到这儿就行。所以说你们需要去写生，如果你们不写生的话，就没有这种，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，明白了吗？对，不写生就是比较缺乏这种感觉。你看弯下来，弯到这儿就行啊。你看不会画的，你看笔可以填一下，你看先填，然后折啊折，往上按一笔，慢慢的下来，快速的往下一划，稍微粗一点啊，稍微粗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个枝需要加什么？不会写生，拿照片就行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往旁边分出一些小枝，你看，哎，点向上啊，提一笔出来，一点一按提一笔，中间包一个啥呀？小的一个花瓣啊，小花瓣。这个地方你看朝里边点一下，点哪里？朝里边点，点完之后呢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画上去，你看这儿。朝里边点一下，你看按擦啊，尖尖带出来。对，没有实物可以用照片写生，对吧？带出一个比较硬的啊，比较硬的一个枝干啊，枝干。好，它是三叉九顶的啊，三叉九顶，所以说我们朝下面这个地方，你看笔尖点，哎，擦，带枝出来啊。你看我为什么画成这样子？因为我一会儿还要加东西，对，加点东西的。包括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像我这样点擦一提，好了，基本上这样一个大体的造型啊，我们就确定好了。然后怎么办？把毛笔啊用水用这个纸巾吸干掉一点，吸干一点，然后压扁，压扁一点啊，沾一点点胭脂啊，压扁掉。你看，跟刷一样，好，谢谢。然后你看顺着这个边边，你看点勾，好，向上带动，你看带起来啊。看见了没有？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点打勾，向上走一下，对吧？这一边也是一样，点打一小勾，你看折下来。学会了没有？这个很好用啊，这个技法呢是分享给你们喽。你看带一下下啊，你看是不是这样一个花的这种感觉会比较好呢？觉得是的话你就打个1，你觉得对的话就打个1就行。好，你看基本上整一个造型就出来了啊。添一个小瓣啊，添小瓣，对吧？添小瓣，然后呢，我们顺着这个地方去加叶子了，加叶子。对，开始加一些叶子啊。对，加叶子。然后你看啊，叶子是咋加的？我用的一个小笔去加吧，好吧？小笔会比较好画一点。首先，笔蘸的是我们的藤黄啊，花青蘸的比较薄，主要的颜色是花青，以花青为主，家人们，花青为主，藤黄为辅啊。花青为主，藤黄为辅，多放一点这个花青。然后呢，蘸一点什么呀？墨汁儿啊，多蘸点墨汁儿，很立体啊，蘸点墨汁儿。好，你看我们这个花头它是比较红的，比较红啊，抽时间直播写上。然后你看，因为它是比较红的，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要顺着它周边去加叶子。你看这叶咋画？笔尖点按拉长一笔，好，一下合起来，合着再来一下。是吧？这样一个呢，大叶子就出现了啊。你顺着花周边把它裹一个紧吧，这样会比较好看啊。因为这个花都是朝下的，这个花都朝下，明白了吗？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叶子的组啊，你看组数区分，你看一半，叶子的这个，你看叶子，你看它分瓣也是很重要的。你看勾一下啊，你看进来，对吧？又分出来了，分出来一个一个小瓣。每一个缺口，你看很多人习惯性什么？
它习惯性叶子都是从里边长，其实可以这么长，横着来一下。你发现没有，这样的叶子就比较丰富呀。是不是这样叶子就比较丰富？你看到没有？它的角度比较多，角度就会比较多啊。蘸一下藤黄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藤黄蘸一点胭脂啊，你看这个时候画什么？画一些藏在里边的啥？你看，哎，藏在里边这种什么小花叶子啊？你看点，哎，按一笔下来，对吧？一些比较小的小叶子啊，去表达，对吧？顺着这个边边上呢啊，你看继续去加，蘸一下花青。就是你的叶子一定要加的非常的灵活灵动，对，画叶子不能图快，有的时候你得想，这绞尽脑汁的想，你知道吧？你看，添一下啊，得绞尽脑汁想啊，这个叶子怎么样才美？你看，我往这个地方我拉长，拉到这个地方去，拉到那个角落上去啊，拉那么长。看一下叶子用笔啊，你看笔尖点，哎，推开一个小叶啊，推开一个小叶，就是咱们在画叶子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啊灵活一点，表达才会够美。你看，点向下一翻，对吧？向下翻，这样子叶子才会比较灵活啊。就算处理的多了，你也不会觉得什么呀腻得慌。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们在画叶子的时候会觉得，哎呀那么多，就感觉跟流水线生产一样？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？画烦了，然后每一次你们画大作品的时候，哇，好烦哦，这么多叶子，我天呀，又不好看画的，而且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没有？有的话打个1啊，因为我其实带过好多学生，都有遇到过这种问题，就画的时候，他后面画叶子就很烦躁啊，他说怎么会那样啊，好丑啊，画那么多，而且还，那就是因为叶子的变化不够啊，你的叶子变化不够多，你看。处理起来不灵活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一块叶子处理的花叶子啊，叶子是跟花头是一样的笔啊，一样的笔。你看这样处理起来，你的叶子会相对比较灵活一点，比较灵活啊。要的就是灵活。蘸一下我们藤黄，蘸点花青，要的就是什么呀？整体的一个感觉要灵活一点，你呆板就不美了。好，这个地方你看点短一点一笔。其实叶子用笔基本上差不多啊，叶子用笔啊基本上是雷同的。好，基本上是雷同的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推开一个吧，对吧？叶子用笔基本是雷同的，对吧？一个小叶就出来，小号，然后剩下所有的叶子加上去，加满啊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蘸一下墨汁儿啊，蘸一下墨汁儿。就是你看有一些叶子我会从这个地方你看添出来，跟这个花比较近的地方，你看点一半。昨天呢我们画的是那个什么呀，松开的叶子，那么今天画一个合着的叶子啊，合在一起的叶子，对不对？昨天画是松开的，那么今天画合着。那么大家就是可以多种叶子的处理你都可以学一学啊，对吧？多种叶子的处理方式你都可以学。这个地方你看折下来一片，多蘸点花青啊，多蘸点花青。那个地方的叶子啊，就是你要按组数去添，就是一段一段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那么我这一块的叶子基本就处理好了啊。你看这一段叶子我处理好了，这是处理哪里？处理一个折过去的叶子啊。这个时候你看好了，加一些翻转的叶子会更好看。你看啊。这个地方叶子我从这个枝，你看这样都出来跑这儿去了，你看这样去画，对吧？你看你这样画的一个叶子组合又很清晰，你看，对吧？叶子还很饱满，对不对？画出来叶子组合比较清晰，叶子呢又比较的饱满，这是一组。你看在这儿再填一组，对吧？一组一组，对，是同一种笔，是的。你看我在下面这个地方啊，你看过来点一下啊，折进来，直接折进来，可以折到下面这个地方。你看去穿到这个地方去。那么我用的是藤黄和胭脂，不要怕调色不要怕麻烦，
藤黄和胭脂，你看我再穿一支上去，大概穿到这个地方吧，点一下啊，点一下，然后往上走，点，你看往上按一下，擦，划过去一笔就好了，划过去一笔就好。再沾点胭脂，你看顺着这个边边上，你看啊，再填一笔，添，擦出来，这个地方上去，两只叶子就出来了啊。边画花你边画叶啊，这样的你看效果会最好喽，对吧？边画花边画叶就会比较好。你就第二，你看你还不容易画错，不容易画错。你要是啊枝干什么的就连在一起画，或者是流水线的话，你先画花再画枝干什么的，非常容易画错的，很容易画错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枝干和花连着画就行，蘸一点这个花青，蘸点墨汁。你看再填一片叶子画在这儿，对吧？遮挡一下，然后呢再画一片叶子，你看下来组合一下，是不是有可能这几个叶子组合在一起的？是不是有可能？你看几个叶子它是不是可能会组合在一起？你看，那这一块啊穿过来了，不就了？它不就穿过来？喜欢了。然后把剩下的这个啊，你看叶子全部给它连起来就完事儿了。这样一整幅的构图会比较完整。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墨汁啊，整一幅构图叶子，你看笔尖点拉长一下，回一下，一二啊，你看折进来，是不是？叶子啊，把它折起来啊，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折啊，去折。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叶子穿过它，哎一下，它是不是可能会这样子？因为那个叶子是贯过去的，贯穿过去的。好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它是不是可能会压过去这个叶子？你看朝这个地方再压回来几片，对吧？多加几笔啊，多加几笔，那一块压在一起，压在一起，剩下的加后面的叶子。笔蘸一下花青，多蘸点，笔蘸花青多蘸点，整体的叶子叠加修饰一下。蘸一下墨汁啊，蘸一下墨汁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可以把它藏起来的啊，你不一定把它画出来，可以藏起来。你看这，是不是藏起来这个叶子？看见了吗？你藏一藏就好了嘛。那这个枝干还不用画了，还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藏着是不是就简单很多？你看这个下面啊，过来，是不是简单啦？这个叶子我们藏到后面去，好不好？藏到我们整一个啊这个花的后面去，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墨汁啊，整一个藏到后边。是不是藏到后面去啦？对吧？整一个都藏起来啊，整一个藏起来，多藏一点会比较美啊，多藏一点会比较。继续看花青，对吧？旁边继续添，你看，你把这个叶子，因为本来我们这个花的叶子啊，它就是，你看啊，很多的，对吧？多加一点，多加一点，你看，所有的叶子都加到后面去，加到后面去。这个剩下的一个小枝干的叶子再加一下花青，蘸一点墨汁，你看。小枝干这个地方啊，你看可以横过来加一下，哎，横过来加，横过来加完之后呢，你看可以折过去加，是不是很自由？你看见没有？对，是不是很自由？你看叶子的表达，你看非常的自由。但是呢，你的表达的一个方位必须得正确啊，对吧？表达的位置以及方位都要比较正确一点。毛笔稍微清洗一下，带动一下清水。带一点清水，你看这一块叶子就处理好了，然后就是旁边这都可以点一点修饰修饰啊，然后朝下面折进来一个最长的枝干，穿到下面去。笔蘸藤黄，加花青，马上好啊，漂亮是吧？藤黄加花青，蘸一点墨汁啊，蘸点墨汁，你看朝这个旁边呀折下来啊。太难了，你们
经常看的话就可以画的啊。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地方，你看笔尖往下折一下，因为你要把笔会用好就行啊，笔会用好，它的一个组合起来就会比较容易。如果你们的毛笔啊它不是很听话，就麻烦喽。你看点下来一片，今天这个纸啊被二宝给爬过了，爬完之后吧都是毛就很难画，知道吧？你看有些叶子是卷着的，有些叶子是卷着，然后蘸一点我们的胭脂，你看往上添一笔上去，对吧？往上添一笔就好了。你看这样呢，整一幅构图就出现了。最后我们画一下牡丹的枝干，牡丹的老干。那我呢用的是，我一般是用赭石和墨汁去画的啊，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一样用赭石和墨汁，因为用赭石和墨汁画出来的老干会比较好看。笔蘸一下赭石，啊，加一下花青，刮干，加一点我们的干墨啊，43开，蘸一点干墨，比较干。然后呢，用纸巾把它的水分吸干，用纸巾把水分吸干掉一点，看见没有？吸干一点。然后我们去画我们的枝干，枝干的这个表达也是很重要的。你看，朝这个地方啊，你看向下往上拉一点吧。老宝，你别动我的画行不行？谢谢。对，朝上面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对吧？往下面一带，穿过叶子这个地方，你看可以往里边啊，你看对吧？折这样一下，拉长一点点，然后呢，从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子啊，出去。我要研究一下这个枝干怎么画漂亮。对吧？这样子会好看一点啊！你看，对，就是很多毛，二宝粘的毛都很难画，很难去表达，对吧？枝干给它叠一叠，它是呢这样一个造型，你看叠，对吧？折起来会比较美一点啊，折起来会比较美。继续添，我们继续添，蘸一下我们的墨汁，老墨，蘸一下赭石，对，出其不意是蘸一下老墨。它俩呀是一个老干出来，出到下面去啊，这样出。你看，笔尖叠一下，点折啊，你看，1、2、3，你看刮干一点，这个枝干很粗啊，很粗。1、2、3啊，老干很粗，这种就是什么啊？上了年份的这个花头啊，上了年份的牡丹啊。蘸一下我们的枝干，继续添。为了保持你下面这部分会比较稳定啊，你看从这个地方折穿过去，点1、2、3、4啊，穿上去，就是干笔啊，对，老干新枝，对，就是用干笔去表达。然后啊，整一个这个枝干，你看从这一边，你看，哎，1下去添一下，2、3、4。你看啊，它这些枝干，它虽然是2根干墨呀，干墨不用啊，干墨你自己家就有，对自己家就捣鼓点就行啊，捣鼓点就行，好吧？然后你看这一块啊，你看可以朝上面再点折下来，增加整一个画面的稳定性。啊！哎，往上穿个枝干到这去，穿一个枝干到上面啊，这样呢就是什么呀？整一个画面的稳定性就会比较好。在旁边这个地方加一串小枝干，它不是弯起来了吗？弯起来之后，你看我们就需要什么呀？你看，弯起来的地方，你看需要加点什么？枝干，把整一张构图拉平就行啊。谢谢，整一个啊拉平就行。老枝最头疼，这不是还是比较简单啊？整一个拉平就可以。对，拉平之后，笔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
啊，藤黄，蘸一点什么呀？曙红啊，蘸点曙红，再加个小花苞。是的，聪明啊，蘸点小花苞。你看，笔尖儿点一下啊，你看啊，笔尖点几个小小的花苞啊，不要太大，小小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一边穿个啥呀？穿一穿叶子啊，一二三，分一下，分一个小区啊，分一个小区。分完区之后呢，去加什么呀？嫩芽，你看一二三四，你看，加一些比较碎的小嫩芽，先加好，先加一层小嫩芽，加到中间这一层，加完中间以后，你看，哎，拉长一下，往下，对吧？加一些更小更小的小芽，有一些呢，你看可以往上面升上去一些。对吧？升上去一些，然后点拉起来，蘸一下藤黄加曙红，加一些你看比较灵巧的啥小叶，对吧？加一些比较灵巧的小叶子啊，你看这。OK 啊，这样呢，我们整一个画面的构图感就比较强，它有种构图感。就是会告诉大家啊，我这个花是从这边拉过来的啊。OK， 我们来勾一下叶脉，好吧？对，勾一下叶脉，谢谢。叶脉是用胭脂啊，笔蘸整个笔都是胭脂啊，多蘸一点胭脂，蘸一点我的墨汁儿啊，胭脂加墨汁儿，毛笔刮干一点啊，刮干一点去加我们的叶脉。你看顺着这个地方，你看点哎上去。昨天晚上我教过叶脉是怎么勾的原理，还记得吗？对，我昨晚上教过大家叶脉是咋勾的原理，还记不记得？记得的打个一啊，不瞌睡了，他已经睡了。对，叶脉是咋勾的原理还记得吗？记得啊，记得就好。它是3个一起的，因为我们国画呀，它勾的这个叶脉，它为什么要那么勾？因为国画这东西非常讲什么？中国人比较，咱们中国人啊，有的时候讲什么？讲因果会比较多。就是说它是怎么长的啊？那样勾是吧？啊，你看一二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大家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比较就会怎么想？它怎么长的，咱们就怎么勾。这样能理解吗？对，对的，是墨汁黑灰蛋子，对吧？那样是哪样啊？那你去课里面看吧。这个是什么？是一个。首先，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叶脉啊。咱们牡丹的叶脉不是，它是3片叶子为一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在课里，它是3片叶子为一组的，这样能理解吗？牡丹叶子是3片叶儿为一组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在勾的时候是什么？是3片3片一起勾，而不是一片一片勾的，翻干就结痂了。对，就是结痂，结痂才不阴呀，结痂就不阴了啊。对，是在1号课里。你有完没完了你？对，他过来抢我的笔了。OK 啊，这样呢，我们整张构图就画好了啊，就画好了。然后蘸点清水啊，你看去叠修饰一下啊。OK 啊，可以截个图，我把它拿高点，你们截个图好吧？啊，我把它拿高点，你们可以截个图。OK，可以截个图啊。小花头不用点蕊，它就那样。对，可以截个图。